后来呢，经过起底之后发现，不得了哎，这个陈时奋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哎，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了台湾政府的玉山学者奖。这个玉山学者奖呢，一年大概300万到500万。我去 Google 了一下这位陈大教授，我完全没有看到他符合中间的任何一项。那唯一可以符合玉山学者奖的，大概就是可能曾经在玉山银行开过户吧。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陈时奋这个教授呢，我觉得他的政治性高于学术性，因为他所关心的事情跟我们在学术界所看一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今天所有事情都把它推到中共打压，对不对？疫苗买不到，中国打压；TPP 中国打压。啊，那照你这样讲，如果说你什么东西都是因为中国打压，那你就等着灭亡嘛。你完全没有能力，那我们选你当总统，选你当执政党干嘛？对，而且你求偿1450万，我就想到最近1450，大家会有一个话题，就是把他们更名了，他们叫做塔绿班。就是，但是呢，最近有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彭斌有没有评论过这件事情，倒是很多人有正反不同的意见。那也就是，其实，在朱学恒的直播上，包括了媒体人黄伟汉，就是伟汉哥，还有这个立委高虹安，都唱了所谓一个塔绿班之歌。那里面当然也用到绿处这2个字，还有塔绿班这个事情。然后结果，高虹安大概在唱完的2个礼拜之后，突然被漫天的追杀，而且 PTT 里面这个点名他骂他的非常非常的多。当然各界有各界的看法，我看到伟安哥最后道歉，他觉得他用绿处这2个字不妥。那高虹安的表态是说，他沉寂了1天，就是看这些人这霸凌的表现，就是所谓他所称的塔绿班。也有呱吉在讲说，因为绿营过去的招数现在被非绿营的人学走了，所以这些网民或是网军们他们气得跳脚，所以才会反应这么激烈。那我不知道，彭斌怎么看这件事情？我想每一个人对于公事务的评论呢，各有各的尺度啦。从很斯文的，像徐福这样子，引经据典，然后找来的来宾都是那种，盖哥秀的这种啊。这你吗？对，没错。7字经、9字经、18字经的那种都有，是对不对？这就是网络上的风格啦。那这个我也没什么好评论的，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多高尚。那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不同的表达的方式，那不要去踩到法律，踩到法律的话就要出庭啊，大概就这样子。每个人个人造业，个人当。那高虹安之所以会被起底、被肉搜、被这个1450伺候，表示什么？表示打中了嘛？就这首歌有一些影响力啊，所以它就会引起很多人的群起围攻，所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啦。接下来，黄伟汉应该也要被伺候了。那至于朱学恒的话，我看那个朱大应该是死猪不怕热水烫，他也没在怕了。啊，所以就柿子挑软的吃，挑了一个女生比较弱的这个弱女子高虹安来下手吧。我想这就是1450可以做的事情。对，这个当然大家也觉得说挑高虹安下手，除了她是女生，而且她的形象过去是大家觉得会比较是她的可能她有博士的学位，然后呢她咨询苏贞昌的时候也很犀利到点，然后可能其他等等等，当然大家还有一个评估就是说会不会跟选举有关系，因为传说她一直想选新竹，所以才特别的伺候他，变成这里面掺杂到选举的部分。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除了所谓的在网军的部分，我最近看到一位叫做他到底叫什么？翁瑞达吗？还是翁达瑞？我看一下他翁达瑞是不是？反正是一个笔名。我后来讲反了，他会很生气，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有名。是吗？对不起。翁达瑞，我讲3次是没错的嘛？吼，那他最近在质疑高虹安，他说：“你说什么你自己是学霸？原来你只是什么师大的资讯工程系，然后台大的资讯工程，然后到辛辛那提念的是机械工程，哪里是大数据专家，哪里是学霸？”然后第2天
他在开始爬文了，说怎么他的指导教授的 CV 里面，看不到高虹安的名字，然后呢，他怎么很多的地方都被疏漏掉了，然后他说这是师傅把徒弟给逐出门，然后甚至在影射说，国外的留学生教授会降低毕业门槛，然后面对这样的学生，教授不会投入心力，反正等等等等，他就是说你这个高虹安是假学历啦，就是你其实一个应该是说一个什么样，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说你是一个训博士吧，这样子，突然发现他还翻了很多很多篇的，比如说在里面找不到高虹安的名字等等等，他是现在想要趁这个论文门的热度，然后想要说制造另外一个论文门事件吗？我不知道彭平怎么看这件事情。好，要问翁达瑞此人何人也？问我真的问对了，我是研究翁达瑞啊，因为我大概在1年前，我节目当中就曾经有几次谈到这个人，这个照片，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对这个人有几个特色啊。第一个，我发现他老是用这个名字去投稿，然后呢，他的职称叫做北美商学院教授。我就说，美国、加拿大这么大知名的学校，我好歹知道一些。从来没听过一个学校做北美商学院，倒是有叫做 American University， 叫做美利坚大学，或者有人叫它美国大学，但我没有听过一个学院叫做北美商学院。然后这个人呢，常常用字呢粗鄙，然后内容呢就是比较空洞，我觉得不像是一个学者的手笔，所以我对这个人就有点好奇。那我们就去起底追了一下这个人。后来发现说，翁达瑞是他的笔名。一般来讲，做政论的人很忌讳不用真名，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用真名的话，就有一点点不是很够，就是你不是一个很愿意在台面上负责任的人，这就有点像你在 PTT 留言或者是干什么，刻意的隐匿你的身份，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后来发现他的本名叫做陈时奋，时就是时间的时，奋就是奋斗奋起的奋。还好彭皮有特别强调陈时奋，他的时间的时，奋起的奋对，没错。对，那他的绰号，那我们去打听了一下，他在这个北美的台侨界有一些人认识他，朋友私底下都叫他假赛那这是他的绰号，那没有办法，可能他爸爸就开他玩笑嘛，给他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那所以我们在那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提到这个人，那我去肉搜一下，起底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呢有几个特色除了第一个不敢用本名来发表之外，那我在节目中提到这个，就他写了一篇好长的文章来反驳我。他说你没看那个金庸啊、琼瑶啊、三毛啊，人家都用笔名，有哪里有错？我笑得牙都掉了。人家是武侠小说，所以要弄一个比较侠气的名字；人家是一个爱情文艺小说，所以非得要搞一个这个比较浪漫的名字。你是政论的人好，那他又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你看苦苓啊，这个什么还有讲了一大堆这个政论的人，他们也是用这个笔名之类的。问题是他提到的这一些人，包括苦苓，包括九把刀，对，九把刀，李昂、小野对，琼瑶、文武，对，南方朔，你知道吗？这些人都是要不就是常上政论节目，要不就是常访问。对，他们的知名度，个人都露脸，有头有脸。你看嘛，他提了什么？他说很多人都是笔名，朱自清啊、马克吐温、三岛由纪夫、金庸、徐志摩、朱自清、古龙、鲁迅、三毛、小野、九把刀。那我说人家是，还有琼瑶，人家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人家用笔名有什么关系？政论，南方朔、司马文武，江春南嘛，然后苦苓、李昂这些人一天到晚小野、三毛不算。这九把刀这些稍微有一点政论沾得上边的人，人家都有名有姓的接受访问没有人那种用一个笔名，然后从来不露脸，很神秘的，还连个职称都不敢讲，
北美商学院教授，然后在那大肆批评这批评那个。我觉得就我个人看，这不带种，对不对？你要批评你就应该要真名嘛，所以他就讲了一大堆。他就说我哪有匿名啊？我给报社领这个酬劳的名字也是真名啊！你笑死人了！你用假名字，你用3毛可以去银行领钱吗？当然要用真名啊！所以他非常好笑。他说为了支付稿酬，所以呢，我在这个报社里面都有个资，还有身份证字号。这个真是非常好笑的东西。那它具备有个1450的特色。我常常讲一句这个彭氏格言，我说当你半夜看到一个鬼在努力的挥汗推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鬼在健身，他呢一定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一定是有目的的，而且一定是有好处的。后来呢，经过起底之后发现，哇不得了哎，这个陈时奋教授是国际知名学者哎，为什么呢？因为他领了台湾政府的玉山学者奖。这个玉山学者奖呢，一年大概300万到500万。他颁给什么样的人呢？在网站上可以看到他的资格必须是国际一流学术研究机构10年以上经验，而且具有国际学术声望，曾经获得诺贝尔奖、国家级院士或者学会的会士等奖项。近5年来，在所属领域要表现卓越。我去 Google 了一下这位陈大教授，我完全没有看到他符合中间的任何一项。那唯一可以符合玉山学者奖的，大概就是可能曾经在玉山银行开过户吧。除此之外，我实在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哪一个学术成就符合以上条件。但是就领走了台湾这个500万、300-500万以上的白花花的银子，然后只要暑假回来台湾之后讲学个几堂课，就领走了这个我们纳税人的大概500万上下。他这个奖金从300万到600万不等。那这个一定是就是努力卖命的要演出嘛。那就有人消遣他说是不是尾款没领到？因为你什么东西不好弄，去弄高虹安的博士资格，你不是在指桑骂槐吗？你会最近正在热的蔡同学的博士在哪里？论文在哪里？对，你不谈这个，你去弄高虹安的，你摆明了在指桑骂槐嘛。而且更好笑的是，翁达瑞啊、李宗志这个代是在北美罕见的大概2个，但找不到第3个。敢在公开场合为蔡英文的论文跟学位背书的人，翁达瑞是其中之一。是啊，那他当然他讲的理由都非常好笑，所以我今天要拿这同样的事情来请教一下翁达瑞，你这么会搜高虹安你为什么会对那个没有论文的人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感觉呢？在针对那个指导教授，不要说是没有把蔡英文列在他的履历当中。这个指导教授连到台湾来专访阿扁，谈两岸关系，他的得意门生才刚刚卸下台湾的陆委会副主委、陆委会主委，他竟然完全在台湾没有跟他打一声半声招呼那更不要说什么履历表上没有列，奇怪了，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的履历表上面还要列自己教过哪个学生。那你说有的大师教过学生上100个，那他履历表要20张我第一次听到说履历表上要列他教过哪些学生。通常履历表上你要说你师承哪些老师，我觉得这是有点合理。你教过哪些学生，这干你的履历啥事啊？除非你教过这个学生拿了诺贝尔奖你把它列出来，与有荣焉，沾一下光。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陈时奋这个教授呢，我觉得他的政治性高于学术性，因为他所关心的事情跟我们在学术界所看一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好，他打脸高虹安，他对高虹安被称为学霸不服气。我想一想，我觉得高虹安是如何我不知道。如果有些人要称我学霸，我觉得你不如称我为霸学比较好一点，比较贴切那没有什么，其实你要称我学霸，我也没有什么反对，那要看跟谁比对不对？是，这是相较性的。对，我跟很多人比，我根本就是霸学
可是我跟很多人比，我确实是学霸啊，对不是，对？有些人家里面刻苦，像我跟我父亲比，我就学霸啊。我父亲只有小学4年级的学历啊，那他的儿子不是学霸是什么呢？我要再跟我以前班上有一些同学，我不睡觉都不会赢他的那些人来比，那我又算老几呢？所以，当有一个人说别人是学霸的时候，我绝不会跳出来说他是或他不是，因为你看跟谁比。高虹安的资历，我觉得称他为学霸，至少跟我比他是学霸。你看他北女毕业，师大资讯教育、台大资工研究所、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机械工程博士。嗯，哎，我对这种跨领域的人，我觉得我特别敬佩。就是你看他的硕士是资工，博士是机械工程，表示什么？他这个是跨领域的难得的人才。虽然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称不上是美国的一流工学院了，这我必须说句实在话，但是也还没有到那种滥发学位那种 Wild Chick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的那样子的程度。所以再加上你看他的背景是师大资讯教育，然后台大资工，更好笑的是，这个陈时奋去质疑说高虹安凭什么当大数据专家，你就知道说这个学者他真的不懂这个领域，因为大数据呢，它的背后是 database、data mining。那 data mining 呢有2个主要的系统，一个就是学统计的人，学应用统计的人，他们可以成为大数据的专家。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学资工的。那学统计跟应用统计呢，我沾得上一点边啊。谁是大数据专家啊？就是我啦。基本上呢，你只要在统计这个领域啊，包括 multiple regression、logistic regression 这个部分，能够就是很擅长的人，你就可以做大数据。那另外一边呢，就是比方说 time series、decision trees 这些是属于资工的人所学的，他们也切入了所谓的 data mining， 这些人都是大数据的专家。是不是专家哦，跟你拿的什么学位有时候未必直接关系，要看你的论文写哪个领域的东西，用什么方法写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陈时奋，我真的从他的发言觉得他是外行人，他是学界的外行人。因为高虹安的机械工程，它可以用data mining， 可以用大数据去解决一些资讯上或者自动化的问题。像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199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我拿的是一个大数据的资料，我用的是统计里面的 linear regression modeling， 就是 Lazaro。Lazaro 呢，就是去做一些因果关系的这个双向的统计的检验。那这里面用到的是比较深的高等统计或者是 econometrics， 所以你要沾个边说这个人是大数据专家或者 data mining 的专家，也可以称得上。虽然你拿的学位可能是新闻，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民意调查，诸如此类，所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高虹安不可以成为一位大数据的专家。所以我看了这篇报道以后，看了这篇陈时奋的这个指控以后，我就哑然失笑。嘿，最近说着说着，他说他的老师呢，在他的脸书上他的老师在他的 CV， 就是他的履历表当中，有关于学生的部分没有提到高虹安。结果今天他的老师是出现了，师傅有把这个他的老师的一个英文，我们要绣在上面，对，要教英文吗？要解释一下他讲什么？来解释一下。对，学霸教英文，学霸教英文。对，霸学。他说 ，I'm very surprised and disappointed about the news regarding the accusation of my former PhD student Dr. 洪兰高。他说我很惊讶，也很失望，有关于新闻当中提到对我过去指导过的博士生的博士高虹安博士的指控，我感到了惊讶跟失望。接下来他说 ，Dr. Gao did earn her Ph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in 2018。高博士确实在2018年拿到他的辛辛那提大学的博士。It can be easily verified through the university system。他这句话都在打脸蔡英文他说这件事情可以轻易的从学校的系统中查到，听好了，轻易哦，
不是那个问了2年还吐不出个象牙，吐不出半个字来，还弄到那个行政法庭、台湾的刑事法庭、民事法庭、高等行政法院都弄不出个半点东西来。看好咯 ，It can be easily verified through the university system。再来 ，The missing of her name in my CV indeed was an oversight。他说，我的履历表中她的名字没有列上去，确实是一个疏忽。对 In fact， 事实上 ，several students were not on the list due to the incompleteness of the updates。他的意思是说，事实上不是只有高虹安，我有很多学生确实没有放在这个名单上，因为我在更新当中的一些不全所导致。那么讲得够明白吧，他的老师？接下来，好，要称赞一下高虹安，看他是学霸还是霸学。Dr. Gao was an excellent PhD student. Her publications were highly cited in Google Scholar, and our joint publications were ranked number 1 and number 2 on the list. 他说高博士啊是一个非常棒的博士生。他的著作呢，在这个 Google Scholar 啊，还有跟我的这个合发表的论文当中，被第1集、第2集的期刊来收藏。不服气的话 ，See Google Scholar List 啊，不服气请看，你请 Google 一下，给了一个连接。最后签名署名 J. Lee，2021年9月24号，他的老师写动美表啊。我觉得应该是高虹安去拜托老师说，老师救你喂，我学历也要学，可能是这样子吧。是，但是我发现刚刚人家里面讲，他称呼高虹安都是用 Doctor， 就是实际上就是你是博士，你就是用 Doctor， 但这跟伦敦大学不太一样哦。当然，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所以我说今天2016年1月16号，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第一次恭贺蔡英文第一次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真正的官方，因为他是用 post 就是公告栏的意思，不像他那个2019年选前做的大外宣是放在 in the press， 是放在新闻栏目的连结外部新闻。所以2016年第一次称呼蔡英文叫什么 ？Congratulations， 英文蔡 LSE graduate， 完全没有提到博士。一个学校自己所产生的博士，绝对不可能漏掉这个东西。我说，我们连去搭飞机，那个飞机像那种欧美的飞机，它那个选项会给你选，你是 Mr、Mrs 还是Mr 或者 Mrs 或者 Miss， 它有个选项叫做 Doctor。那我每次那个在登记资料上面，我就很高兴的把 Doctor 勾起来，因为我确实是 Doctor， 虽然我们有1.5个 Doctor。那你知道吗？连这种小小的动作，连那个登机的时候，他那个要点餐，有时候会看到你，都会跟你讲，Dr. Peng， 你要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 Doctor 是个荣誉，非常荣誉的名字。你自己学校的博士毕业生，你绝对不可能校方不称你为 Doctor。2016年1月16号，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第一次恭贺蔡英文当选，各位可以去脸书上 Google， 他用的是英文蔡 LSE graduate， 什么意思呢？你就不是我们学校的博士嘛。那至于3年后怎么去弄那个大外宣，大家去看看那篇文章，2019年10月8号是出现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什么地方的什么角落，你就会知道，你内行人一看就会心一笑。好，回到这一篇叫做 J. Lee 的他的指导教授。很简单啊，我如果被人家污蔑，我也会去找我的指导教授啊，写一封信嘛，我被人家讲这个，那你的指导教授会不会出手？那一定会嘛，因为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对不对？所以同理，从高虹安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出蔡英文这件事情，蔡英文被肉搜了2年呢，英国伦敦大学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然后这个隐私那个痛苦。这个什么造成伤害，然后不是已经揭露了吗？你看，这答案就是不言可喻嘛。所以我说，有网络上就消遣陈时奋、翁达瑞说，是不是那个尾款没有拿到？所以你一定要出来乱一下，让大家知道说，原来要求证自己是博士，真博士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求证的。所以，搞不好就是玉山学者的尾款没拿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闹了一个大笑话，所以有时候觉得
有诸般的队友就不需要敌人啦。是刚刚彭斌讲的这一段，我要特别声明，这一段高虹安委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置入哦，所以说也欢迎高虹安委员之后可以置入，我们可以多讲你的好话。不过我这边要特别讲说，刚刚有网友在讲说我们的按赞不够多，所以说请大家除了在聊天以外，帮忙多按一点赞，对不对？对，恳请大家，不管你是支持的、支持中天的、支持正经关不了的，或者支持我街头艺人的，请你们踊跃的按赞、分享、小铃铛，而且加上抖内，因为我要再提一遍，抖内的金额不论多少，那是对徐福很大的鼓励。你们怎么支持正经关不了，就怎么支持徐福这个节目，拜托大家了，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感谢彭批。然后，但是呢，高虹安委员再次呼吁你，想要自录我们也可以哦。好，但是我要讲，就是翁达瑞他一连串的攻击，结果被刚刚所谓的李杰教授，就是高虹安的指导教授打脸之后，他还在战斗，他还在继续的战斗，他不是高级酸哦，因为就会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杨仁杰这位网友说，请问一下，这个就是蔡英文的指导教授 Elliot 他的学术履历吗？然后翁达瑞就说你属于哪一种？然后这边就开始了，伦敦政经学院是名校，不可能容许蔡英文造假学位。到今天还在质疑蔡英文博士学位的人可以分成3种：第一种笨，被骗了；第二种坏，骗人的；第3种病，入魔了。彭批，你要找一个位置坐吗？他向你宣战了。没有，我是第4种，又笨又坏，又病。好了，对哦，第5种，他难道不知道格达费的儿子学位是怎么来的吗？他难道不知道斯里兰卡的前总理的儿子普雷马达塞的学位是怎么来的吗？当时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是怎么讲的吗？这种人啊，就是他不会去论理，不会去找证据，只会拿权威机构来压人。照你这样讲，那台湾的法官就不会犯法喽？那照你这样讲，如果今天有人去这个，举个例子来讲，台湾的这个印钞票的中央印制厂，如果里面的有员工勾结，没有经过正式程序，但是用一样的东西去印了一张真实的钞票，照你的逻辑，既然有中央印制厂的字，怎么可能是假的？这个东西就好像我在华北检察官的起诉书上看到的逻辑一模一样。总统府都已经开了记者会了，你怎么还要质疑他呢？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这样的逻辑怎么样在学术界可以生存，怎么样可以当玉山学者，我实在是蛮好奇的。这个感觉真的是，我不是要贬义学者，但是这种话，这跟1450在讲的话，其实真的是塔律班在讲的话，其实就是一模一样的话，就是我也没有跟你辩真相，反正我就说你笨，说你坏，说你病，就这样子，你接下来不要再讲了。看起来好像这个学者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一点其他的议题，就是说这一阵子我看到的是，中国大陆说他们要申请加入 CPTPP， 然后呢，前2天我访问郭正亮委员，他说去年就是因为今年日本是所谓的 CPTPP 的轮值的主席国，去年就暗示台湾说，明年是换我当主席国，你们要不要加入？你们要加入，可能我当主席国比较好处理，而且那很多条件我们来谈。结果一直到了将近1年都没有消息。最近大陆要加入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就开始宣布说，我们也要加入了，而且说这是最好的时机哦，说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很多观众朋友听到第一件事情就想，是不是我们的肚子要吃核食了？这个福岛核食要来开放了。我不知道彭平怎么看蔡总统说这是最好的时机，这什么意思 ？OK， 他在昨天有看我的节目，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代，也是黑暗的时代；这是充满希望的春天，也是充满绝望的冬天；这是这个愚蠢的时代，也是智慧的时代；这是迈向地狱的时候，也是步入天堂的时候。所以他一定是有看我们的节目，是看我们在引用狄更斯的《双城记》。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 CPTPP， 它的全名叫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Trade Pacific Partnership OK， 那
这个东西呢，它的重要性，我想不言可喻啦。其实 CPTPP 不是只有去年，我想光是我们在民视做节目，我们大概已经是，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人在喊，这政府好像不为所动。好啦，今天2019年的2021年的9月16号，中共申请，结果我们硬是要慢人家6天对，才这个你错失了时机，因为以前很多人就说趁着中国大陆还没有申请的时候，台湾要赶快申请。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比人家先，就是我们在人家之前嘛。那中国大陆如果在我们后面，他排队在我们后面，他要先把我们赶掉，这会有双重的困难。我是不知道日本用什么方式来暗示台湾该加入了。但是这个故事跟我看到的今天的疫苗是一模一样的。你看我们的疫苗叫了多久？很多国家像以色列，像是国外，他们都超前部署，很早就去下定买疫苗。我们就要落到最后一班车，但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结果把整个大局给误了。疫苗如此 ，CPTPP 也是如此。今天你排在中共的后面，你摆明了你就是没有希望。如果你摆在他前面，就好像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时候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出来说要加入而且申请一个中国的时候，你先得把中华民国踢掉，争取回你的一个中国代表权，你才能够加入。所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它有2重的障碍。今天的 CPTPP 看起来中共排在我们前面，中国大陆进去之后，台湾就不必了。所以这个动作简直是莫名其妙。你说 CPTPP 重不重要？我先不知道，但是中共加入后的6天，你申请加入，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拿什么换？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恐怕是你拿什么换都换不到。这个很多人在说最好的时机，他们联想到说，所谓最好的时机，难道说是蔡英文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去年说要加入的时候，可能因为你要拿东西换的话，可能对自己的不管是选举啦，或是什么，都可能会造成一些冲击，声望造成冲击。比如说，是不是要开放核灾区的食品？这个你可能就要先跟国内沟通，甚至因为之前还有公投，就是说不赞成开放嘛，这是很大的阻力。那现在最好的时机，有人说蔡英文是不是在说，看到中国大陆宣布他们也要申请加入的时候，这时候我跟着宣布，第一个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先说服说，因为我们要加入 CPTPP， 所以我们要开放这个核灾区的食品。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不成的话，就说反正中共打压嘛，中国大陆打压，它是稳赚不赔的生意。我不知道彭斌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论点。没错，这里面我觉得徐府你完全猜对了。今天所有事情都把它推到中共打压，就对，疫苗买不到，中国打压 ，CPTPP 中国打压。好，那照你这样讲，如果说你什么东西都是因为中国打压，那你就等着灭亡嘛。你完全没有能力，那我们选你当总统，选你当执政党干嘛？接下来当然会有很多台面下的交换，当然和这个日本的这个福岛周边的这些食品进口，一定会是谈判桌上私下的一个安排。对蔡政府来讲，来猪也吃了，何时又奈何？虽然日本自己内部的管控，我对日本的食品是比较有信心的。就说日本人如果敢吃，日本人如果在他们的国内有这个安全的检查，会比较放心。但是我不确定这次谈判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地方的核实，因为在福岛周边还有一些内部有不同的区域，所以这件事情值得看，我们到底拿什么去跟人家换啊？就像今天蔡英文的博士学位的假学位的这个事情，它可以升高成为国安层次，因为它一旦被拿成交换的筹码之后，它就是一个严重的国安问题，不可小觑。今天的 CPTPP 也是如此。我更担心的是，
人财两失，就是你核灾也吞了，对，最后说，哎呀，没有加入，黑东西阿公啊阴谋啊，没错，这个刀尖豆腐两面光，最后全是你拿。我觉得台湾的选民也好，民众也好，目睭爱背后金马乡亲呐，不要一再被骗呐、当个聪明的老百姓吧。对对，就是说最后你核实吞下肚了，然后但是 CPTPP 没有过，是阿公的阴谋，然后可是这又变成选举里面的得分，哎，这个操作这一盘真的是蛮高的。本来你的是开放核灾食品会失分，但是因为你把它变成抗中牌的时候，哎，反而又得分了，这是蛮有意思的。不过最后一点时间，刚刚彭批有讲到说，好像说这个加入 CPTPP 是这样子，然后疫苗也是因为这样子。那今天在立法院，现在最近是在因为开议嘛，然后有在总质询，然后呢大家会聚焦在3+11，当初就一直说到底谁负责啊？那到底有没有报告啊？等等。今天3+11给了一份报告，反正说什么总统啊跟行政院长都有为800条人命致歉，但是呢有一个漏网镜头是陈时中。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不讲话，可是回头 murmur 了几句，他不晓得媒体收音这么好。我们来听听看看这一段。报告书在今天早上8点已经送出了，不过好像跟他们国民党要求不太一样，还是没有针对3+11的会议记有做任何交代，另外也没有针对3+11那样800条人命道歉哎。3+11跟800条3+11跟800条3+11跟800条好，这个就是陈时中部长说我负责的态度，他可能也是不演了呢，还是不忍了，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是背着媒体觉得自己不会录到，还是说背着媒体我故意讲的很大声。反正总而言之，他就是说3+11跟800条人命有什么关系？我只知道3+11等于14，的确跟800没有关系。可是3+11跟800没有关系吗？800条人命呢？洪斌你怎么看这个？我觉得他故意的，他故意的是就是撂下一句那种狠话，他就故意撂下一句话，因为你看他现在讲的这种，这个五个大汉彪形大汉每天在讲废话，这武汉肺炎，你去整理他们的家言录，他们真的是比扯铃还扯，他们讲了多少，真的就是那种插话，可是又怎么样呢？奈他不何啊，他不动如山呢、啊。他最近不是闹了一个大笑话吗？人家说是高嘉瑜嘛，质询他说，你看美国11月份开始，如果没有打疫苗不能入境。对，他说世界不是只有美国，对不对？他前面先说美国，这有点更小 d a n s h 啊。前面先说没有啦，我们是美国这个原本特许的这个名单之内，所以他不是针对我们，结果被 AIT 打脸嘛，很打脸。是，那结果后来就说世界又不是只有美国，可是看起来台湾过去处处都是以美国马首是瞻的感觉啊。下次中国军机在来台湾上空的时候，那个美国航空母舰要经过这个台湾海峡的时候，请陈时中再出来呛一次。这世界不是只有美国啊，那等你要去买疫苗买不到，要去跟美国求的，再请陈时中出来再呛一次说，这世界不是只有美国哈，你有种呛3遍。他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这世界确实不是只有美国，但是美国难道不是个国家吗？台湾有多少人跟美国商务往来，还有留学生，我别的不用讲，光留学生，接下来1月份是 Spring， 就是春季班开学，所以按理说，学生大概12月多就要出国了。请问，没有打疫苗，他要怎么去美国上学呢？对，要2剂，要2剂啊。问题是啊，对，他没有2剂合格的疫苗，他要怎么去美国上学？那从此大笨钟你赔得起吗？你误了人家的求学，哪怕只有1个人，你赔得起吗？到头来他可能会跟你说啊，他上不了学校干我什么事？就跟3+11跟800条人命有什么关系一样？怎么会有这样的政府官员？更令我讶异的是，怎么这样的政府官员还混得下去？这难道不是台湾的悲哀吗？所以我觉得陈时中最近的，不管是说
人家咨询他说3+11之前先推给陈宗彦，后来说他才承认是他，他就说我就不能讲错一句话吗？那照今天什么3+11跟800条人命有什么关系？我觉得过去大家至少会说这个人很厉害哦，你怎么骂他？他 EQ 很高。可是我觉得最近 EQ 也不是那么高，是准备他要升官了呢，还是他觉得他准备利用价值杰出要下台了，然后所以火气大？彭平，你觉得他是要升官了，还是准备要结束了？升官或下台啊，这个是民进党的。你看民进党的这整个政府，他的下限到什么地方嘛？就准备秀一下民进党政府的下限。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对于他的政策错误导致台湾的整个防疫整个策略大乱，以及导致有800个冤魂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自省或者自责，这种人就是孟子说的这个人与禽兽之差异几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人对这样子的一个后果竟然鳄鱼的眼泪都没有。那你说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或者是非常冷血的人性，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对，而且即将的影响马上就到了。刚才讲到的11月是美国，10月其实英国这边也说是你要有2剂合格的国际疫苗，你就可以免除隔离14天，你就可以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但台湾目前不要说2剂，1剂的都还不到了，1剂的普及率现在也都跟世界所谓的好像到10月底才说要拼到70%啦，然后2剂现在不晓得能拼到什么时候，而且还有一些相信民进党的去打高端的。这些不管你打了几剂，目前你到任何国家，现在摆明就摆在眼前了。现在之前我们在讲的逐一的验证了嘛，就是你走不出去了嘛，就是看起来不晓得，就我觉得10月11月看起来我们的疫苗虽然好像3不5时，就说会来一些，但是实际上总共还是就是不够啊，而且学生也开学了，不是吗？对，打高端是可以出国啦，但只能出到那个金门跟马祖。按照美国的台湾关系，马祖属于中华民国，那是另外一个国的，所以打高端的出不去啦。所以徐府，你打了没？没有，对不对？我倒没有，对啊，一剂都还没有。拜登告诉我，拜登昨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接见你，那你怎么办？那我要赶在11月之前吗？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就去买机票。他说他感恩节要跟你一起吃火鸡。对，你讲到这件事，那蔡总统也打高端呢，那他拜登要找他现在也不太容易了。对，所以我要是拜登的话，我就悠他一默，就跟他讲说，这个我们来一个这个拜菜会怎么样？对，他因为没打嘛，不去。就万一打了去了，那又证明了他打的可能是别的疫苗了。哇，这个有意思了。好，这个我们再慢慢聊啊。不过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那谢谢彭丕今天在每周五来跟我们的论文们开箱，每次聊都会聊得很愉快，忘了时间。那谢谢彭丕，彭丕晚安。谢谢徐府，谢谢大家。